高恒的罪名是贪污，砍头死了，死后被抛尸荒野。高炳老爷子老了，还被皇帝罚到了河宫，更苦力，死在了河宫上。你就说惨不惨呐？经上与高家有血海深仇，鬼知道啊。不过惨归惨，高炳死了，高恒照样有官做；高恒死了，高普又被安排了肥差。你说奇不奇怪？是因为高贵妃的原因吗？可高贵妃不早就红了？谁知道呢？反正高普一死，高家被抄，族人连坐的连坐，砍头的砍头，流放的流放，就算是真正的败落了，就算高贵妃在世，她也是无力回天呐。罪不及出家女，高氏母女又怎会流落至此？你以为谢家是什么好人呐？还不是怕受连累。那头高家才吵架，这头他们就把高氏给休了。隔几天呢，谢家老二就新娶了心腹邵氏进门。哪个邵氏？你管哪个邵氏啊？反正只要知道一点，身份呐，给高氏踢鞋都不配。高氏后来如何？高氏京城回不去了，就在扬州城自己的裴家庄子上安顿了下来，生下了谢玉渊的丫头，怀了身孕被休。要不说谢家王八蛋透顶了，天打雷劈，五鬼分尸，生的儿子没屁眼吗？中原的男人哪个不是无情无义、无耻无廉之辈？张旭怀这话似乎把他们两个都一并骂了进去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呀，那丫头3岁，还不知道是4岁的时候，庄子大火烧了整整1天1夜，方圆10几里的人都说这对母女葬身火海。谁又料到他们娘俩藏身在这孙家庄？李景业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原本就长得极好，这一沉不仅瞧着不吓人，反而带着股气势出来。这下子再怎么下，再怎么残，就像谢丫头一样，不是俗人呐。青山。片刻，门外传来青山低沉声音：属下在。跟着那帮官兵回扬州府，听一下他们有没有打探到高氏母女的消息。若有，杀。是。你打算管这闲事啊？大宅门和朝堂一样，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他们一个疯一个还小，还是远着点好。喂，你说那丫头真是药王投胎转世吗？李景业，这不科学啊！好好的药王，为什么投胎转世到一个女子身上？难道说老天爷看他命苦的份上，格外开了恩呐？不对呀，老子的命也很苦啊，苦得跟黄连似的，老天爷也没说给我开恩呐。那丫头长什么样？你个瞎子，就不要老牛吃嫩草了。你过了年呐，都快16了，长什么样跟你有毛关系？明儿开始由这丫头帮你治病，反正你都是将死的人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估摸着死马的可能性更大些。李景业冷笑一声，突然从手里弹出个什么东西。你他娘的给我吃了什么？老鼠屎！臭崽子，你迫害恩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寒冬打雷，雷声阵阵。李青儿翻了个身，看到他的主子睁着2只黑亮的眼睛。安然姐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先睡吧，我想会儿事情。是在郎庄家受欺负了吗？青儿，你说那帮官爷到底是在找什么？不是说抓逃犯吗？莫非那张郎中和他侄儿是朝廷的逃犯？不可能啊！自他懂事起，张郎中好像就在孙家庄生根了，要抓也不会等到今天再来抓。莫非是冲他们俩来的？他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前世谢家找上门是在明年冬天，谢家为什么会找上门？他们是怎么知道他们俩还活着？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重生，所有的齿轮都发生了变化，所以在时间上提前了？谢玉渊苦思良久，实在找不出个头绪。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阿渊姐，什么树啊风啊的，我怎么听不明白？青儿，你别管这个，你说一个男人的脸和手
长得比女人还好看，这男人会是什么人？不会是妖孽吧？看来郎中和他的那个侄儿真的不是普通人啊。第二天，他顶着2只乌黑的眼圈去了郎中家，而此刻的张郎中顶着一个鸡窝头，打着哈欠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两人打了个照面，都被对方的预言吓了一跳。师傅早。今儿个你不用跟我出诊，在家待着侍候我侄儿。师傅，那可不行，我现在是您的药童，不是您的丫鬟，侍候的事情让青儿做。我还是陪您出诊。不管那几个官兵是不是谢家找来的，他已不变应万变，银针在手，天下我有，学好药医针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嘿，这世上还有女子见了那瞎子的长相不起波澜的。来，丫头，咱们做个交易。师傅您说。你帮我侄儿行针去毒，我把我浑身上下18般武艺都交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成交。你确定能将我侄儿的病治好？早晚2次行针，配合着药浴，就算不能断根，至少娶妻生子是没问题的。瞎子开窍晚，娶妻生子怎么着也得10年后，能多活10年，他也算对得起他的娘。那就行针吧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这时李青儿端着托盘走出来。青儿，把早饭给我吧，你回去陪娘。安仁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李青儿把托盘递过去，撒了腿就跑开了。她现在肩负着2家人的1日6餐，还得跟着高婶儿学做针线，时间不够用啊。谢玉渊走到东厢房前，深吸口气。师傅侄儿，早饭好了，天冷搁外头会凉，我帮您端进来吧。师傅侄儿，您？李景业撩了下长袍，摆出个端正的坐姿。进来。师傅侄儿，师傅说从今儿个开始让我帮您行针，早晚各1次。您先吃早饭，吃完洗漱一下，我帮您行针。木之。啊？我的字。他还有字啊？床上盘腿而坐的男人，深色的眸，淡色的唇，却给人一种惊世骇俗的风姿。木之，怪好听的。小丫头，眼睛往哪里看？这家伙明明看不见，却能察觉出他在看他，这份敏锐感不知道比常人高出好几倍。李景业从袖中掏出一块金子，放在桌上。受人恩惠，无以回报，这金子你收下，剧毒一时，请守口如瓶。您放心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懂的。师傅侄儿，您先吃早饭，半个时辰后我替您行针。李景业听到脚步声渐远，皱了皱眉头。师傅侄儿，这是个什么称谓？谢玉渊走出东厢房，小小年纪，绷着副棺材脸不说，讲出来的话也是之乎者也。怎么看怎么不像张郎中，出手倒是挺大方，不像张郎中那么抠。不管了，先把金子收起来。有了这锭金子，自己离远走高飞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。半个时辰后，李景业平躺在床上，宽肩窄腰，健硕结实，肌肤分明，身材比例堪称完美，全身上下一丝赘肉都没有，根本不像一个病秧子该有的身材。这家伙是个练家子。第1次行针，心里难免有些紧张。我开始了，这丫头行不行啊？心里刚打着鼓，眼神却瞧见他拿起银针，干脆利落地刺下去。就凭这利落劲儿，张郎中知道这丫头不仅行，而且很行。谢玉渊手起针落，不多时便把李大侄儿刺成个刺猬。最后一针落下，他2腿一软，跌坐在床沿上。李景业眉心一捻，虚怀。张虚怀这会儿正魂游天际，一套针法他从头看到尾，越看越心惊。这丫头的行针手法怎么看都有点像西晋时针灸大家玄砚先生的手法，只是玄砚先生早就死得透透的，
而且门下根本没有后人。莫非这丫头是玄燕先生转世？啥事啊？你帮他诊一下脉。诊啥？张旭怀一看谢玉渊像死人一样惨白的脸，当下明白为啥刑侦最伤元气。这丫头年岁又小，于是赶紧伸手扣住了她的脉搏。从明儿开始，你1日3餐上桌吃，我得给你想办法营养营养，否则这毒还没去，你就先给熬死了。谢玉渊累得连道谢的力气都没有，强撑着浮出个笑脸，算是应下来了，心里却在想着，原来他这个25不着调的便宜师傅也有字，虚怀，听着挺高大上的。对了，那个瞎子的字叫什么？对，是木之。这年头男子都有表字，除了读书人以外，就是高官贵族、皇亲国戚。由此可见，这2人的身份绝不简单。拔针和药浴，张旭怀没让谢玉渊动手，而是亲力亲为。他这边一耽搁，堂屋里看病的人就排成了长队。张旭怀分身乏术，心里铁定了主意，要让谢玉渊尽早学会看病。每看一个病人，张郎中自己望闻问切一番，谢玉渊跟着望闻问切。张郎中每写一个方子，谢玉渊在旁边必抄一个方子。师徒俩一个愿教，一个愿学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黄昏时分，又到了刑侦的时候，谢玉渊也不私藏，将这一套刑侦穴位法一一说于张郎中听。李景业听着师徒2人细声的交谈，连眼都懒得睁开，思绪飘得极远。日子一天赶着一天，转眼便到了腊月28。张郎中行医有个规矩，过了28这日到正月15，他不看病。这日家里统共来了2个病人，张旭怀这些日子为了瞎子的事儿忙进忙出，身上正不得劲儿，说什么也不肯再看病，于是打发徒弟去。谢玉渊赶鸭子上架，望闻问切还做得像那么一回事儿。送走2个病人，谢玉渊从灶间端了熬好的药。师傅，喝药。张旭怀接过来。师傅，我爹说除夕请师傅上我家来，2家人聚在一起，热闹些。这事你问我侄儿，他同意去，我就去。师傅，那我问您侄儿去。别师傅侄儿师傅侄儿的，你叫的不嫌弃累，我听着还嫌弃累呢。那我叫什么？瞎子。我不敢。谢玉渊掷地有声地扔下3个字，一扭头跑了。每次他进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坐在窗前，就是盘腿坐在床上，沉默而冷冽。他在想什么？师傅侄儿，该刑侦了。木之。谢玉渊他可不敢。李景业突然侧过脸。木之。那我叫你小师傅吧。李景业只要他不叫师傅侄儿这4个字，别的称谓都无所谓。他应了一声，走到床前，脱下外衣，平躺在床上。最近眼睛有什么感觉？有些发热、发胀，还有一些细微的疼，感觉像是被蚂蚁咬过。小师傅，我能把一下你的脉吗？李景业将手伸过去。谢玉渊诊了半天，总感觉他小师傅的脉搏和常人不同，很有力，也很乱。怎样？我学艺不精，诊不出来什么。我最近感觉身子松快了很多。真的吗？眼睛的症状是对的，身子又松快了，那就说明毒在一点一点排出体外。再有2个月，小师傅应该能模糊看到些东西。刑侦吧。哦，对了，除夕我爹想请师傅吃个团圆饭，小师傅方便不方便？不方便。若方便，把你家做的好吃的送过来一点。到时候我每样菜都夹一点，亲自给小师傅送过来。李景业没答话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转眼除夕一到，高崇天不亮就起床了，去山旁的河里捕鱼。虽说是冬天，运气好的话也能捕上1-2条。年前，谢玉渊把小师傅赏的一锭金子献宝似的拿给爹瞧。人有了钱，就有了底气。高崇带着女儿去了趟镇上，除了买些过年的东西外，
还给家里4口人一人裁了身衣裳。高氏忙活了好些日子，终于在除夕这一日把活儿赶出来。试试。青儿，走，咱们试新衣裳去。阿元姐，你先试，我忙完再过来，一会儿还得往郎中家做饭呢。不用了，就在你们家开火，等做好了，哪个时刻拎过去就行。谢玉渊一看师傅来了，笑着迎出去。张旭怀头一回来高家，眼睛东瞧瞧西瞧瞧，门上贴着大红色的对联，堂屋屋檐下挂着2只小小的红灯笼，屋顶的烟囱呼呼冒着白烟，屋里飘出浓郁的粥香味儿。靠，这他娘才是凡人过的日子啊！丫头，师傅给你送点菜来，一根葱都别给我剩下啊，统统吃进肚子里。谢玉渊接过麻袋，师傅，今儿个可以过个肥年。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片子，这就算肥年了。真正的肥年应该是……嗨，想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？几百年前老黄历了。丫头，我回了啊。师傅，小师傅的针……我醒过了。那晚上我来行。张旭怀既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背着个手走了。他一走，李青儿凑过来看菜，心里已经盘算开了要做些什么。这时高崇拎着一条大草鱼进来。谢玉渊难得休息一天，脑子里放得空空的，眼睛就看着面前3人，嘴角抑不住往上扬。孙老大，你家那头打起来了，还不赶紧去瞧瞧？高崇一听这话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爹，我去瞧瞧。孙家前院挤满了人，谢玉渊缩在人群后面听了会儿壁角，才明白过来这些日子孙家发生了什么。原来刘氏见这个老太婆死死护着儿子，悲从中来，屁股往地上一坐，扯着嗓门就干嚎起来，把孙家2老从前做的缺德事儿一件件的数落出来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谢玉渊在边上看得那叫一个痛快呀。这时，嘿，你们快看，谢丫头来看热闹了。谢玉渊原本没打算现身，不过被人瞧出来，他也没打算缩回去，索性大大方方走上前，笑眯眯地看着孙家人打架。孙家人可以给任何人瞧笑话，就是不能让老大家瞧了去。打架的也不打了，骂人的也不骂人了，哀嚎的也不嚎了，几个人通通恶狠狠地瞪着谢玉渊瞧。小贱货，你跑来干什么？给我滚！哼，孙老娘，嘴巴放干净点儿，都100年纪的人了，也该为子孙后代积点福。孙老娘被噎了个结结实实，甭提多难受了。更难受的是孙兰花妹妹，此刻她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原来谢玉渊刚刚换上了崭新的袄子，完完全全就是大户人家娇养的小姐。孙老二这会儿眸中射出如狼一般的光芒，好久不见，这小贱货出落得越发的好看，勾死个人。谢玉渊察觉到孙老二眼里露出的色光，二婶，我真是可怜你，为孙家生了一儿一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现在肚子里又怀了个孩子，还要挨男人的打，真是作孽呀。刘氏一听这话，悲从中来，要换了我啊，带着儿女到李正大人跟前儿，让大人帮着评评理。李正大人的人品可是1等1的好，为人也公平，他肯定给你讨个说法。李正这会儿正躲在人群中看热闹，一看谢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他，嘴不由自主地翘起来。孙老二，不是我做小辈的看不起你，从前你想祸害我娘，被我爹狠狠打了一顿，原想着你受了教训能学点好，结果狗改不了吃屎，为了一个小丫鬟，连怀孕的发妻都打上了，这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哟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嘿呀，以后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给我当心点，这男人就是个淫虫。孙老大还是打得太轻啊，要我说该往死里打。你们，哼，我爹可不敢再揍，万一把人揍没了，
孙老爹一把年纪的人了，也没那个本事从人家手里再偷个孩子出来。这一家子都他娘的是什么人呢？老子偷小孩，儿子偷女人，从上烂到下。哎呀，祖宗的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。走吧走吧，看到这家子我都忍不住想吐口水。孙老爹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此刻他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一钻。人群的最末尾，张虚怀甩甩袖子，悄无声息地离去。这小丫头片子，脑子灵活，嘴皮子也利索，骂人不带一个脏字儿，战斗力却能把人骂死过去。这性子深得他心，深得他心呐！回去可得和那瞎子好好说道说道。孙家这一通闹，让谢玉渊这一天的心情都好极了。夜幕快降临时，他提着食盒走进师傅家。师傅家的年夜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要把菜温在锅里。谢玉渊走到灶间，愣住了。灶台上摆着一只托盘，托盘里的饭菜是满的。奇怪，每次端进去的饭菜，小师傅总是吃得一口不剩。今天是没胃口，还是身子不舒服？谢玉渊想着小师傅的怪脾气，不敢多问，烧了锅热水，把菜都温上，又温了一壶酒。刚净手打算去东厢房行针时，张虚怀从东厢房走出来。丫头，回去吧，我已经替他行过针了。谢玉渊想了想，走到门口，垂下头。小师傅，那我就不进来。锅里温着米酒，和师傅一道喝几盅吧。今儿除夕，咱们得高高兴兴的过。明年春暖花开，我一定让你看到师傅长啥样。无人应他的话，谢玉渊也不恼，转身冲师傅弯腰鞠了个躬，一溜烟的跑开了。张旭怀推门而入，怎么不答应一声呢？你就没那丫头想得开？你看看人家。李景业脸色一沉，浑身上下透出凌厉，目光如刀锋般冰冷。木之啊，人得往前看，才能活下去。谢玉渊回到家，家里人都在等着他，满满一桌菜，闻着都香呢。高崇端起酒杯，想说几句，偏他又是个木讷的人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爹，咱们啥也不说了，就放开了吃，放开了喝，放开了乐。对，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会越来越好。高适在一旁跟风一句。高崇柔柔地看了他一眼，想把他杯中的酒倒出来些。我要喝，不许抢。好，你喝。高适喜滋滋端起酒杯，自己喝了半盅。天哪，高婶到底是哪里长出来的仙女啊？长得标致不说，一举手一抬足都像戏文里唱的娇小姐。心儿，是啊，弄着干什么？过了这个除夕，他就得动心思找落脚的地方，是往西边去呢，还是再往南边走走，找个水乡小镇定居下来？扬州城过除夕有守岁一说，乡野村民没钱买烟花炮竹，团圆饭吃完，早早地烫了脚上床。谢玉渊翻了2个身，突然感觉房间里有异样，他睁开眼睛，只见一条黑影直直地站在床前，他吓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嘴一张，正要大叫。黑衣人出手如电，点了他的哑穴。公子发病，郎中请小姐过去，得罪了。黑衣人像个飘飘荡荡的幽灵，落脚极为精准，短短片刻，人就已经落在东厢房里。徒弟，你快来瞧瞧，你家小师傅他脸色发青发黑，不对呀。谢玉渊就着微末的光看到小师傅的脸色，他受了什么刺激啊？和我抢鸡腿，我没给他吃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受了点刺激，我刚刚用了针，压制不下去，你看看有什么法子？谢玉渊心里的疑惑一闪而过，走到床前，小师傅喊了2遍无人答应，谢玉渊也没了主意。你就研究了这一套阵法吗？还有没有别的了？有是有，但也不能乱使啊。哎呀，使吧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让我想想。什么时候了还想？你这丫头到底是不是悬崖投胎呀？谢玉渊此刻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吊死鬼教他的那些针法，谢玉渊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少年交缠的双足。张虚怀一惊过后，脑中有灵光闪过，
他迅速拿起银针，冲着李景业脚底心的几个重要穴位狠狠扎了下去。李景业喷出一口黑血，他悠悠睁开了眼睛。小师傅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饿，想吃碗你做的面条。我马上去做。想吃东西就是好事。谢玉渊一扭头就往灶间去。徐怀，我眼前有点亮光了。哎呦，你这个小畜生呐，你怎么能一会儿吓死我，一会儿又高兴死我？老子真要被你折磨死了，老子真要死了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！李景业难得的喜形于色，做了2年的瞎子，没想到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。原本已经枯死的心也好像慢慢跳动起来。谢玉渊在灶间听到师傅的哭声，吓得赶紧从灶间跑出来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又不行了？你才不行呢，你全家都不行。走走走，下你的面去，老子这是喜极而泣。谢玉渊魂归原位，又乖乖离开。木之啊，我他娘倚老卖老，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我知道出息这也对你来说最为难熬，可再难熬还得熬。今年往事不重来，喝眼前的酒，忘从前的事，得学会听天由命啊。李景业觉得心坎上最嫩的一块肉，好像是被人重重地掐了下。这15年来，他哪一天不是听天由命？张旭怀看着他的反应，顿时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多余。也是，自己没有家破人亡，没有灭族之恨，喝顿酒，呼呼一觉安睡到天亮，了不得做几个春梦。木之他不一样，酒越多，往事越清晰，想忘也是不能忘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学学那丫头。那丫头，李景业像是从结了冰的山石上窥见了一簇生在缝隙里的花。那丫头还行。4更的更鼓敲响，谢玉渊被黑衣人送回房里。李青儿依旧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睡姿。谢玉渊悄无声息地爬到了床里。小师傅身上的毒突如其来的病发，师傅他老人家的遮掩和嚎哭，这种种不寻常之处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勾着他的5脏6腑。他想知道又怕知道，越怕知道却越想知道。唉，自己身在这世道中，一脚凉水一脚淤泥，过得举步维艰，就没必要再去管别人的闲事了。深夜子时，扬州府谢家大宅，谢二爷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上手处，欲言又止，说别吞吞吐吐的。爹，方圆百里找了一圈没找着人，怕是在那场火里给烧死了。谢家完了。爹，您别急坏了身子，我再派人去找找。找个屁呀！3个月的时间没找着，派再多的人找有什么用啊？都怪我当年目光短浅，只顾着眼前。谁知道皇帝他老人家突然又提起了高家后人，高家后人都死绝了，死光了，这让他到哪里再去找高家后人？完了，谢家彻彻底底完了。爹，就算找不到，也得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才能跟京城交代，否则就是欺君大罪呀。对呀，只要把尸身找着，再编几个谎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糊弄过去。找，给我找，挖地3尺都要把这2人的尸体给我找出来。你们听见没有？挖地3尺都要给我找出来。为首的谢总管一低头，二爷，实在不行，贴个悬赏启事吧，偷偷摸摸的得找到猴年马月呀，有钱才能是鬼推磨。谢老二眼睛一亮，忙回头朝上手处看过去。谢老爷面色狰狞了几下，重重地点了下头。谢总管带着家丁匆匆离去。谢老二看着天上一轮残月，找不到是个死，可万一找到了呢？万一找到是个活的呢？他当年娶邵氏是以正室之礼，
万一找回个活的高氏，这两房正是……砰！一声清脆的巨响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谢老二忙进屋。爹，谢老爷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少时失德，禁足3个月，内宅之事由你大嫂接手。爹，你最好祈祷能找到，否则你就是跪下来叫我天皇老子，也救不了谢家满门。谢老二一屁股跌坐在椅子里，满脸的失魂落魄。除夕一过，一直到正月15，谢玉渊都窝在家里苦读医书，一日依旧2次行针，日子过得不紧不慢。高崇则天天往后山捣鼓那2亩荒地，一日里有半日都在田埂上晃悠。道士上午跟着男人去地里，下午教李青儿绣花，日子一安稳，疯病就再也没发过。李青儿的针线活也有所长进，至少绣出来的花已经有点花样子。正月15一过，谢玉渊又跟着张郎中出诊。冬春季节之交，天气乍暖还寒，庄稼人最易染病，两人忙得脚不沾地，有时回到家中都已夜黑风高。谢玉渊踏着夜色走进院里，惊讶地看到东厢房里油灯亮着。师傅，小师傅眼睛能看见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呀？谢玉渊算算日子，还没到时间，倒也并未放在心上。经这一过，天气又暖了许多。谢玉渊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个子比年前高出了半个头。他的长相和乡野村姑完全不一样，个子一高便显出些少女的韵味来。张旭怀心里骂他招蜂引蝶，但出诊却不让他跟着了，只让他在家看门。家里有那个瞎子在，怎么着都安全。谢玉渊这会儿已经把7里8乡所有的病症都看了个遍，师傅不让跟，他就安安静静的在家守着。其实他心里已经在盘算，再过些日子，等小师傅的眼睛能看见了，就打算出师。上一辈子谢家是在冬天找到孙家庄来的，现在已经是3月，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为了保险一点，他得早早的预备起来才行。这日中午，张旭怀没有出诊，谢玉渊趁机告了假，往李正家里去。李正刚从镇上回来，在井边打水洗脸。李正大人，我想求你个事儿。你说啥事啊？我家想在镇上置个小房子，不知道李正大人有没有门路？嘿，好好的，跑镇上置房子干嘛？家里没田没地的，爹也没个营生，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，想趁着手上还有点银子，在镇上置个能做生意的小门房。等我再跟师傅学几年，就去镇上给人看病。村里就不能给人看病了？总不能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吧？这10里8村是张郎中的地盘。这都好几年后的事儿，这么早就给人搬上了？再晚几年，银子都要被我折腾光了。李正倒也没有吃惊，他可听说谢玉渊给张郎中当药童，是一吊钱也没有的。行，我帮你留意着。谢谢李正大人，事成之后我会多给李正大人2两银子作为酬谢。给这丫头做事，手上从来没落空过，怪会做人的。这个给嫂子炖汤喝，大补的。李正一看是当归，不客气地拿了过来。大人，这事儿先不要声张，免得孙家那头知道了，又来找我爹闹。放心吧，事没成，我声张个屁呀！谢谢李正大人，我先回去了。李正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盘算开来，这丫头又会做人，又能看病，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这房子的事情自己还得尽心尽力的去办，日后也好留条线。谢玉渊走出李正家，一脸的轻松。无人知道他托李正大人买镇上的房子，真正的目的并非开医馆看病，而是虚晃一枪，为的是不让谢家找到。到时候他们先从庄上搬到镇上，再趁着月黑风高从镇上溜走，悄无声息的，弄是谁都无法摸清他们一家的行踪。这个主意是他想了许久才想到的，损失的也就是那买房子的钱。谢玉渊，你给我站住！三兰花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把衣服脱下来！你这个连爹都不知道的贱种，不配穿这么好的衣服。姑娘，
你脑子病得不轻吧？你更不配！你竟敢不听我的话！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？你算哪根葱，哪根蒜啊？反了天了！孙兰花眼睛一瞪，大巴掌就要抽上去。突然，一只大手握住了他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滚！别欺负我们家阿月！孙富贵把谢玉渊结结实实护在了身后。你们家阿渊？谢玉渊嘲讽的话刚到嘴边，又咽了下去。他倒要看看这个孙富贵想干什么。你别以为有我哥护着，我就治不了你。你给我等着！还不快滚回去！孙兰花鼻子里呼出一个敢怒不敢言的哼吼，扭头就跑。阿月妹妹，你别怕，我把他赶走了。以后谁欺负你，我都会帮你出头。哎呦喂，我的阿云怎么就越长越好看了呢？脸上水嫩的，都忍不住想过去掐上一把。孙富贵，你爹你娘欺负我，你也帮我出头吗？那肯定的。阿月妹妹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哥哥，哥哥护着妹妹是应该的。谢玉渊的脸上没有出现预料中的感动，反而是一片镇定。阿月妹妹，我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好，我将来肯定能考上秀才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会依你的。富贵哥，你家阿爷阿婆把我恨了个底朝天，就算我肯，他们也不会肯的。肯，他们答应还来不及呢。阿婆说了，你要是愿意，明儿个孙家就找媒人来说亲。孙富贵，回去和你爹、阿爷、阿婆说，孙家门槛太高，我一个连爹是谁都不知道的拖油瓶，可不敢高攀。阿月妹妹，你有这话说的，可就是跟我生分了。什么高攀不高攀的，咱们都是一起长大的，情分和别人不一样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孙富贵，你不嫌弃我，可我嫌弃你，不仅嫌弃，还嫌弃的要死。先不说你这个秀才能不能考上，就算考上了又怎样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多少人抢着要做我的秀才娘子呢？谢玉渊嘴角带出不屑，转身就走。孙富贵虽然不聪明，但还有几分眼色。谢玉渊眼中的轻蔑，他瞧得一清二楚。阿婆，还真被你料到了。谢玉渊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谢玉渊感觉背后有一双阴冷的眼睛盯着他，刚要转身，后背重重地挨了一下。谢玉渊他的袖间藏着一支银针，只等着蓄势待发。突然，孙富贵原地晃了两下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里。谢玉渊被孙富贵这说伤就伤、说死就死的神功惊呆了。谢小姐，赶紧回去，这头猪交给我来处置。谢谢。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一溜烟的跑开了。跑出几十丈的时候，奇怪，黑衣人怎么知道他有危险？孙家，阿婆，您放心吧，那小贱人一看到我哥啊，两只眼睛都直了，路都走不动。这事儿十拿九稳。真的？可不是真的。那小贱人在咱们家的时候，就常常勾着我哥，只怕心里早就喜欢上了。更何况我哥将来可是要考秀才的人，这孙家庄哪个大姑娘不想嫁给秀才做娘子啊？那感情好啊，等把人弄回来，咱们就逼着他把银子拿出来，到时候阿婆给你多置办一副嫁妆，让你风风光光、体体面面的嫁人。孙兰花脸上的一抹红云还没有冲破她的厚脸皮冒出来，就听见外头有人大喊：嘿，看热闹去啊！哎，快看热闹呀！孙富贵给人扒光了，掉树上了！什么？孙家祖孙俩吓得心里同时咯噔一下，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。这一身白花花的肉倒是养得挺好的呀。哎呦，就是那玩意儿小了点。这是得罪哪路神仙啊？被人吊起来的？哎，孙老娘等冲到树底下，抬头一看，差点没晕过去。我的大孙子哟！他眼前一黑，一头栽了下去。谢玉渊一口气跑到郎中家，抬头看到张郎中背着手站在庭院里，目光正悠悠看着他。谢谢师父救命之恩。好好的去李正家做什么？想求李正大人在镇上买个房子，等日后出了师，
好带着爹和娘往镇上去，过些清静日子。是为躲避孙家？谢玉渊点点头，也是为了躲避谢家。一个小小的孙家就把你逼的出息！谢玉渊垂着脑袋一言不发的听训。孙家打算先奸后娶，这种心思也算是恶毒到家，且再忍他们几个月，等他把后路都安顿好了，再腾出空收拾他们。张旭怀一个人唱了几句独角戏，自己觉得没劲儿，甩甩袖子进了东厢房。踏进东厢房的瞬间，他的脸就沉了下来。打狗还得看主人呐！从前这丫头和我没关系，我就当睁只眼闭只眼，现在还敢欺负我的徒弟，这孙家活得腻味了！小子，给我弄死他们！你这护短的毛病怎么还在？你不护啊？你不护，见他出去还偷偷派青山跟在后面。青山、乱山，3天之内让孙家倒霉。是，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一点啊！谢玉渊并不知道小师傅暗戳戳地为他出头，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是3天后。谢玉渊就是3个女人上门时，才知道孙家不用他动手就已经败得透透的。孙大姐一进门，目光就四下打量，等看到高氏身上穿的衣服时，他心里越发肯定了要把人劝回去的念头。大弟，爹娘做的不对，我替他们赔不是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他们计较。大姐说的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爹把你偷出来是不对，但好歹也没少吃没少穿的把你养大了不是？哎呦大弟，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，不能没良心，你说是不是？高崇看着面前的3个妇人，沉着脸没说话。大姑，你公婆护着小儿子，把财产都分给那一房，不给你们这一房，你也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他们一般计较。二姑，回头你儿子被人拐了，你看在人家给你儿子好吃好喝的份上，就不要计较了。三姑，你做人怎么就不懂得知恩图报呢？那年你回娘家，骗走了娘手上的镯子，用来讨好未来的婆婆，才让婆婆对你高看一眼。我怎么就没见你对我娘知个恩图个报呢？小丫头片子，大人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滚一边去！就是，做人一点规矩都没有，你娘怎么教的你？哼，我娘教我说，对有规矩的人就按规矩对人家，对那些没规矩没人性的畜生也不用谈什么规矩。三姑，你骗我娘手镯的时候，心里可想着规矩二字？你好了，都少说一句。大弟，你开个口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现在姓高不姓孙，孙家的事情和我没关系。答得好，慢慢的挪到爹身边。高氏似有所察觉，也慢慢挪到了高崇的身边。李青儿早就想把这3个妇人赶出门了，恶狠狠地看着他们。你这做人也太狠绝了，有你这样做儿子的吗？良心都喂了狗了，狗还知道摇尾巴，爹娘养你一场，你竟然这样对他们，连条狗都不如。废话少说，再掏50两银子出来，算给爹娘的孝敬钱。没错，把银子拿出来，我们立刻就走。你今天要是不拿出银子，我们就不走了，吃你们家的，喝你们家的。高崇没有料到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3位还算可亲的姐姐一下子变成了吃人的野兽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。谢玉渊这回算是长见识了，正要开口，只见张虚怀背着手踱着方步走进来。丫头，听说有3条疯狗打算咬你，疯狗在哪儿呢？师傅，也没咬，就是叫个不停，想讹我爹的银子。那感情好啊，正好过几日我要到衙门前去问诊，那我就把这事儿在关老爷面前说道。师傅，别光为这事儿啊，把他们从前欺负我娘和我爹的事情也说道。行吧，我估摸着这事一说到，回头这3只疯狗想见狗娘狗爹，怕是要到大牢里去见了。孙家3姐妹被这2人的话吓得脸都白了。何必呢，都是乡里乡亲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3人一对眼，灰溜溜走了。谢谢郎中，出手相助，我助的是他，不是你，师爷们就别心软，保护好老婆孩子是正经。
说完，脑袋一晃，胡子一翘，留给众人一个傲气的背影。师傅这人虽然嘴不好，但心却是好的，以后自己得好好孝顺才行。高崇被说得无地自容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下回再有孙家的人闹上门，他一定连嘴都不让他们开口。高崇预料的下一回并没有实现，孙家三姐妹回到孙家，把遇到蟑螂中的事情一说，孙家二老立刻变了脸色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万一蟑螂中真的把事情漏到关老爷那边，那他们俩就真的要吃牢饭了。两个老家伙一对视，都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意，先轮流到三个女儿家打几日秋风，避避风头，然后等儿子伤好了后到衙门报官，让官差把春花那个小贱人抓回来。主意一打定，二人轮番上阵，对着三个女儿一通威逼利诱。孙家三姐妹从小就被打骂惯了的，心里再不愿意也只能答应。连夜，孙家人收了细软行李，雇了2辆牛车，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孙家庄。孙家人一走，世界便清静了很多，日子一日赶着一日，也过得快乐起来。这日清晨，谢玉渊照常去郎中家，远远的就看到院子门口停着一辆马车。有客到吗？他走进院子，正好青儿做好早饭要回家。青儿，郎中是不是有客人来？有客的是东边那一位，郎中在堂屋里喝稀粥呢。阿渊姐，我回家了。去吧。进了堂屋，有人来看我这儿，你不用管他们，午饭啊再添几个菜就行。是师傅。怪事，师傅是长辈，怎么着也应该是师傅有客啊，怎么反倒是小师傅有客人呢？今天我不出诊，有病人来请，通通帮我推了。师傅，你身子不舒服？小丫头懂什么？这叫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我呀，要晒太阳去喽。师傅，你这是晒太阳呢，还是吹冷风呢？张旭怀嘴里哼哼小曲儿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。无人知道，此刻他心里正破口大骂：嘿，我去他个三舅老爷！你们在里面暖暖和和的，却要老子在风口上替你们看门，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苏长山，你来做什么？你猜，一个瞎子脑子都是生了锈的，猜不出来。得了吧，你跟成了精的狐狸似的，少给小爷我打哑面。你光着屁股在床上满地打滚的时候我就认识你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李景业眯了眯眼睛，没说话。哎，知不知道小爷我找了你多久啊？这些年西北的天都都给小爷翻过来了，哎，你躲在这儿好意思吗？一个瞎子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嘿，王八蛋，你他妈再跟小爷我一腔快调，我揍你丫的！苏长山，几年没见，你这嘴欠的毛病长了不少啊，估计经常想揍你的人太多，所以才想把我骗回去。你猜对了，哎，废话少说，哎，你就说帮不帮小爷回去撑这个场子？帮着你打架？我帮你打架也行啊。一个瞎子能打谁？你想打谁我就帮你打谁，谁让我们是光屁股的交情呢？啊，木子，是我眼拙，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别说打人了，怕是自保都难吧？你个瞎子啊，你能看出什么东西啊？能不能打，试过才知道。苏长山一脸嫌弃地看着屋里摆设。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，我却还是原来的我。李景业，你不恨，我他妈还恨呢。李景业微微闭了眼，双臂缓缓收紧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鼻尖有西北大草原的青草味儿。5年了，他早已分不清这恨是淡了还是更浓了。谢玉约每送走一个病人，眼睛就忍不住地往东厢房瞄过去，房门始终紧闭，里面半点声响都没有。看来小师傅是在与客人长谈。直到黄昏时分，他才听到吱呀一声门响。这会儿，谢玉渊正在替人开方子。丫头啊，我出趟门，2、3天之后回来，家里照看这些。哎，别忘了替你小师傅行针。谢玉渊这一下坐不住了，冲出去，第一
眼看到的却是消失在马车里的一小截锦袍。张旭怀冲他笑了笑，也钻进了马车里。青衣车夫一扬缰绳，扬长而去。小师傅，师傅他老人家走了。知道了，去忙吧。张旭怀这一走，远不止2天，也未有丁点消息来。谢玉渊刚开始还能沉着气，第4天的时候，不免暗暗有些心急。比起他的心浮气躁，东厢房一位却淡定地像老僧入定，和往常无异。第5天清晨，谢玉渊一走进院子，还没来得及往堂屋去，东厢房的门突然打开，猝不及防地对上那双波澜无痕的眼睛，少年如刀刻一样的轮廓浮现在眼底。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这家伙居然走出了那间房间。李景业第一次看清楚了面前的女孩，眉目楚楚。谢玉渊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，只觉得小师傅今天看他的眼神很特别。哎，小师傅，你眼睛有没有好一点？谢玉渊，草绿这个颜色不适合你。谢玉渊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轻轻颤动。小师傅，你眼睛能看见了。谢玉渊，你眼睛里好像有颗眼屎。谢玉渊忙背过身揉了下眼睛，揉了2下，见什么都没有，气得身子一扭。小师傅，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吧？我闭着眼睛也能说笑话。这人竟然会笑，而且会说笑话，是受了什么刺激？大概是眼睛治好了，高兴的吧。不过他笑起来可真好看啊。谢玉渊，今天我们吃什么？怎么眼睛一好就想着吃呢？以前瞎的时候，小师傅是多么云淡风轻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人。你想吃什么？鲫鱼豆腐汤、红烧肉、韭菜炒鸡蛋、大煮干丝。行，我一会儿让青儿做。话音刚落，李青儿拎着食盒从堂屋里走出来，看到院里的少年，吓得嗷呜一声，把食盒往地上一扔，竟扭头就要跑。哎，青儿，别跑，他是我师傅的侄儿。李青儿回头看了一眼，红着脸跑进了灶间。我的天神爷爷啊，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？莫非是神仙下凡？早饭不用送进来了，回堂屋吧。小姐，你说张郎中那样一个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侄儿？这叫歹竹出好笋。那囊中这根竹子长得也太歪了点儿。行了，把刚刚那4个菜记在心里，中午小师傅要吃的。等着，我让高叔去河里打最新鲜的鱼。谢玉渊目送他离开。小师傅，针还要再行吗？眼睛能看见，也就意味着身体里的毒去得差不多，按理是不用再行针了。但师傅交代，他不敢贸贸然做主。今天晚上再行最后一次，这些日子你辛苦了。谢玉渊没有吱声，他仿佛从这话里听出一丝离别的意味。我出去走走，你看家吧。哎，小师傅，你这个样子出去，怎么？怕是会勾得孙家庄所有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来围观的。你倒是伶俐，那边入夜再看吧。谢玉渊感觉这会儿不像夸他，没敢接口，只好微笑。中午3菜1汤都是乡间最普通的家常菜。谢玉渊敢大大咧咧和张郎中坐一桌，在李景业面前却不敢放肆，于是他手也不会放了，脚也不会放了，菜也不会夹了，干巴巴地扒了半碗饭，他都快噎死了。李景业像眼前没有谢玉渊这个人，自顾自吃得很香。吃完，原来你每顿饭都不用吃菜的，还不是被你吓的。小师傅，要不要再添一碗饭啊？够了，凡事过犹不及。够了就够了，后面那句话说的有些多余，感觉像是在教训人。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，你不就是脸蛋长得俊点儿，身材好点儿，气势足点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于是他脚放直了，手轻松了，筷子也拿稳了，很不客气地把剩下的菜都吃进肚里。李景业目光一闪，深深看了他一眼后，起身又回到了东厢房。
夜晚刑侦，侦行到一半时，李景业从枕边掏出个锦盒，给你的，打开看看。上回给的金子足够付诊费了。下一刻，他看清了盒里的东西，顿时闭了嘴，眼睛倏然大了2圈。盒子里居然是本古籍医书《星修本草》，上面记录的都是些疑难杂症。这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嘘，别让你师傅知道，知道了他又要啰嗦。多谢小师傅。我姓李，名景业，字木之。多谢李景业小师傅。拔针吧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早些回家。谢玉渊有书就是娘，帮他拔了针，去灶间烧了一锅热水后离开郎中家。谢玉渊子时才睡，然而不到5更天就醒了，是被梦惊醒的。他梦见他又回到了谢家，梦太清晰了。谢玉渊垂下眼帘，才发现怀里还抱着那本《星修本草》。他讪笑了下，好好的送他这么贵重的东西做什么？万一被师傅知道了，又是一顿鸡飞狗跳。而且小师傅足不出户，到哪里寻了这么一本古籍？忽然心里有个念头冒出来，安然姐，天还没亮呢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趟师傅家，你别管。谢玉渊撒了腿就跑，一口气跑到正门口，不等云平气息，他一脚踹开了大门，目光下意识地去看东厢房。房门大开，谢玉渊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后背不合时宜地窜起一层冷汗。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房里空无一人。他惶恐地想了想，又赶紧跑到西厢房里。正如他所料，西厢房里干净的只剩下一张床。他们这是半夜溜走了？似不敢相信一样，谢玉渊又里里外外找了一遍，看到一封书信时，他才勉强相信，这2个货是真的趁夜色溜走了。信很简单，就4个字：后会有期。里面还夹杂着一张地契，正是镇上的。谢玉渊盯着地契看了许久，仿佛想在上面看出个花来，许久往怀里一收。长者赐，不敢辞。他会谢他那2五不着调的师傅，还有冷得像块冰的小师傅。对了，小师傅叫啥来着？算了，他叫啥跟他也没多大关系。萍水相逢的路人，他有他的世界，他有他的生活。谢玉渊神色如常地走出堂屋，胸口却有一点发烫。他本以为离别如水，泼出去也就泼出去了，却不想这一老一少像是粘在了他心口上，不仅泼不出去，还灼得他心口发疼。你们2个王八蛋，就不能大大方方说声再见吗？谢玉渊愤愤地回首看一眼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了夜色里。切！张旭怀连打了2个喷嚏后，嗅了嗅鼻子。哎呀，8成是这丫头在想我了。李景业半倚半躺，浑身上下转得没个正常。你说这丫头会不会哭鼻子？那地契上的房子能不能找着？她这半桶水的本事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人看病。弄不好她会把人给治死。哎呀，瞄是好瞄，就是时间短了点。要是能再跟着我几年，太原的那些个老货郎都未必有他厉害呀。李景业对某人的自言自语仿若未闻。你倒是给人点反应噻！做人能不能不要这么无情无义呀？那丫头好歹把你的毒治好了大半呢。在的时候整天呼来喝去，分开了就别装大尾巴狼了。你张旭怀气得都想掐死这货。我张旭怀这辈子就收了他这么一个徒弟，要不是因为你呀！李景业含着刀锋的眼神飘过去，张旭怀老老实实的闭上了嘴巴。小畜生！第2日清早，张郎中离开孙家庄的消息不胫而走。谢玉渊刚洗漱完毕，就见李青儿匆匆跑进来。安然姐，李正大人来了。难道说是镇上的房子有消息了？谢玉渊忙走到堂屋。谢丫头啊，张郎中走了，这孙家庄没了看病的人，你行不行？给我句实话。李正大人，实话是我不行。
以前郎中在的时候，我见你不是很有几分样子吗？那是因为有师傅在背后撑着，准不对左右还有师傅呢。李正大人，我跟着师傅看病的时间还短，